朱云，就算带我找营生，也不必用绳子吧？我又不会跑。这叫牵财进门。你娘昨晚在破庙里盘算着把我卖进青楼换女，为了自保，我只能先下手为强，把你卖个好价钱了。走着。去！我们文雅轩要的可是顶级鉴宝师傅，不是什么落难书生都能进的。别要饭要到这儿来。掌柜的，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我家夫君从小跟着大内藏真阁的掌事学鉴宝，你们这店里的古董，他闭着眼睛都能辨真假。先试用，不准不要钱。哦，好大的口气，魏先生，我这刚收了一幅前朝名家寒江雪戏图，不知您能不能长长眼？苏公子，这画是假的。不可能，印章笔法皆是真迹。前朝用诚心堂纸，细密如玉，此画透光有网纹，是近20年才有的藤纸。再者，墨香夹杂松脂味，乃新墨做旧的惯用伎俩。魏先生果然神眼，苏某受教了。来人，拿银票。谁能想到3天前我还是坐拥金山银山，盘算着算盘一响黄金万两的侯府世子妃，一夜之间侯府被抄，我们被亲戚赶出门，流落四面漏风的破庙。这幅花容月貌卖去醉红楼，够我们娘俩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了。朱云，你胆子真大，居然敢把你夫君签了3年的长约。有了这些钱，我已经看好了一座新宅院，我们再也不用挨饿受冻了。造孽呀！我的开光佛珠怎么不见了？废话，昨晚早被我扔护长河里了。你们俩死哪儿去了？有银子买子不早点拿出来，赶紧给我请工人，我要用最好的金丝楠木修个大佛堂。母亲，这是我们过日子的本钱，不是给您挥霍的。这活我们不干。好险！看来我得亲自去文雅轩监工，死死守住我夫君这个摇钱树了。魏先生真是博学，那我这支金簪，您再顺便帮我长长眼。好，这金簪鉴宝另收费，概不赊账，概不赠送。屏风后有人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装神弄鬼。你是何人？为何擅闯我的净室？公子救命！为了躲避客人查告误入此地，求公子千万别出声，事后必有重谢。哦，重谢，倒是个有意思的女子。你身上怎么会有雅柏的香气？这香金陵城只有极少数达官贵人用得起。还有，你腰间的这把苏绣白玉扇是哪儿来的？你到底躲到谁的房间里去了？夫君，你居然怀疑我！我不是怀疑你，我只是就是怀疑我。我怕别人知道你是罪臣之子，对你不利，慌不择路躲进满是灰尘的杂物间，我在里面担惊受怕，捡把破扇子防身，你居然凶我，你太让我伤心了。对不起，朱云，是我不好，我吃醋了，是我乱发脾气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打听过了，你媳妇儿昨天收了贵人的极品折扇，你们既然有钱了，我修个佛堂怎么了？夫君，你也别太生气了，他毕竟过惯了锦衣玉食的日子。是我没教好他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说什么傻话！不过夫君，你刚才护着我的样子真帅，以后我不在屏风后监工了，免得再惹出麻烦。我就在文亚轩2楼的茶身舒舒服服等你下工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安心歇着，我赚了银子就带你回家。老妖婆，既然你非要作死，那就别怪我把算盘打到你头上了。掌柜的，听说你们这儿有个京城来的顶级鉴宝大师，把他给我叫出来，我要买一尊最贵的白玉观音，让他给我长长眼。哎呦，老夫人，我们魏先生可是金陵城最抢手的神眼，您雅间里请。你就是那个京城来的大师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侯母氏头的囊进。你堂堂永宁侯世子，居然在这里给这群下九流的商贾做伙计！母亲，您听我解释。造孽啊！哪儿来的野丫头，敢在老子的地盘抢生意？大家别买，他这胭脂里绝对掺了毒粉，会烂脸的。阿神，掺了毒粉，姑奶奶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降维打击。谁能想到，就在3天前，我还差点露宿街头。
魏先生，您母亲大闹雅间砸了招牌，生意没法做了，按契约赔付双倍违约金。房契抵债，今日之事，魏某抱歉。朱云，恭喜公子，尊夫人有喜2个月了，只是劳累过度，好生休养即可。朱云，我们要有孩子了。饭都吃不上了，还生个讨债鬼！哼！夫君，嫁入高门，不如自己做豪门。这是我娘留下的绝世制香秘方，我要靠它做我们自己的胭脂生意。我要在这金陵城闯出一片天。好，我去当铺换本钱，我给你打下手。你只管往前冲，夫君永远在你身后。我的天老爷呀！这真是我这辈子用过最水润、最显白的胭脂，涂上它，我这半老徐娘直接重返18岁呀！姐妹们快来看啊，晚了可就没了！给我来2盒！哪来的野丫头抢老子生意？你这胭脂里肯定掺了毒粉！都散了散了！来砸场子是吧？行啊，那就让你看看，惹了算盘成规的女人是个什么下场。敢抢老子的生意，今天我就砸了你这卖毒胭脂的招牌！哎呦！光天化日欺负我怀有身孕的夫人，这只手是不想要了吗？你少来这套！你们这胭脂就是有毒！好，魏某略懂鉴别之术，今日就当众验一验。你的胭脂若没毒，魏某把这摊子吃了。验就验！大家看清了，簪头发黑，凑近更有刺鼻石灰味，这是掺了剧毒的廉价铅粉，长期使用不仅烂脸，还会要命。我夫人的胭脂纯花枝熬制，绝无半点铅粉，清香扑鼻，不仅不伤肤，更能养颜。好啊！原来你才是黑心商！退钱！退钱！打死这个卖毒胭脂的骗子！别打！我错了，别打脸！打脸了黑心同行，我的胭脂摊彻底在金陵爆火，每天数钱数到手抽筋。只可惜这泼天的富贵红了某个人的眼。不就是卖胭脂吗？我堂堂侯府老夫人出马，肯定卖得比他好。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。3天了，找遍了金陵城都没人，母亲到底去哪儿了？别急，咱们这就去报官。恭喜魏公子，贺喜魏子啊！喜从何来？南平王殿下来金陵游玩，偶遇老夫人，两人在佛法上相谈甚欢，引为知己。王爷已正式迎娶老夫人为南平王妃，即日启程复回蜀地。夫君，你娘真乃神人也！几个月后，我们的胭脂派开了2家分店，而就在我们需要大笔资金扩张时，财神爷主动上门了。魏先生，苏某愿出年薪5000两，聘您为苏家首席鉴宝师，绝不干涉尊夫人生意，意下如何？好，我签。为了我的妻儿，魏某愿效犬马之劳。恭喜魏先生，母女平安。朱云，辛苦你了，是个女儿。女儿怎么了？只要我们用心教她经商鉴宝，她绝不比男儿差。夫君，给她取名叫赛南吧，魏赛南。好，我们的女儿定能胜过世间无数男儿。表嫂，听说您现在是金陵首富了，我那生意赔了个底朝天，您看在亲戚的份上，借我1000两周转周转呗。亲戚，当年大雨滂沱，是谁把我们一家3口连人带包袱扔进泥水里的？我秦竹云的钱，就算是拿去喂金陵城的流浪狗，也绝不借给你这种落井下石的畜生。来人，放狗送客！你生气什么？你们不过是被抄家的罪臣家眷，赚再多钱也是下贱商贾，信不信我去官府告发你们，把你们全抓去砍头？哈哈哈哈哈！报应来了，肯定是你们太招摇，京城派人来抓你们了。砍头，马上就要砍你们的头了。圣旨到。永宁侯当年乃受奸人构陷，忠君报国，天地可鉴。见大白，陈渊相昭雪，追封老侯爷为护国大将军。魏敏明胄官稳以永宁侯爵位，赐秦竹云1品镇国夫人诰命，即刻回京钦此。明州，朕来晚了，让你们受了5年的苦啊！陛下言重，臣这5年有妻女相伴，不苦。镇国夫人，
朕听闻你在江南把胭脂生意做到了极致，朕今日特许你的竹云记直接开进皇宫，专供后宫妃嫔采买。臣妇多谢陛下隆恩，保证让娘娘们青春永驻，也让陛下的国库再多一笔进项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妙人！萧太傅，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不对，我娘说了，女子有钱又有才才是正道理。县主说的极是，你娘亲确是这世间少有的奇女子。萧太傅，教书就教书，别总夸我夫人。我夫人再好，那也是我魏家。侯爷把心放肚子里，臣此生只愿做县主的太傅。当年若无侯爷拼死相护，也无臣今日。你我是过命的兄弟。永宁侯，听闻你官复原职，本王敬你。这位是本王的王妃，精通佛理，乃世间少有的奇女子。这不是当年推着小推车去卖胭脂，一去不复返的我婆婆吗？当年我爹把我当棋子嫁入侯府，谁能想到我不仅没跌入泥潭，反而靠着这把算盘成了天下第一女皇商，还挣了个一品诰命。我的夫人是全天下最厉害的女子，往后余生魏某不看古董，不只做夫人一辈子的专属账房。做账房可以，月钱只有2两，多1分都没有。成交。秦竹云，我的好女儿啊，你如今飞黄腾达了，可不能忘了生你养你的亲爹呀。在秦家16年，我穿的用的全是我亲娘的嫁妆，吃你秦家的粗茶淡饭，1年满打满算50两，16年800两，800两现银，买断你的养育之恩。签了这份断亲书，从此你我生死不复相见，两不相欠。你个逆女，拿800两打发叫花子呢！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没完。我这吸血鬼亲爹，当年看我落难弃如敝履，如今看我发，倒想来敲骨谢碎。竹云啊，你如今家财万贯，总不能忘了娘家。你弟弟科考，你拿5000两银子出来打点，还有朱雀大街那个旺铺，过户给你妹妹当嫁妆。5000两还要旺铺？秦大人，当年侯府被抄，我挺着孕肚在大雨中求你借10两银子救命，你怎么说的？当众将我逐出宗层。如今看我发达了，跑来认女儿，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买卖？下无不是的父母，你要是不给我，就去御史台告你忤逆不孝，剥了你这一品诰命的皮。哦，本侯倒想听听，怎么个没完法？大理寺卿，秦大人好大的官威！根据本朝律法，区6品官员敢对1品镇国夫人大呼小叫以下犯上，轻则杖责50，重则革职查办。秦大人，你是想去大理寺天牢里喝杯茶，还是签了这断亲书，滚出我永宁侯府？夫人，为夫刚才表现可还行，没给你惹麻烦吧？干得漂亮！走，夫君陪我进宫赚皇后娘娘的钱去。镇国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！您送进宫的胭脂，皇后娘娘用了以后，整张脸起了满脸红疹，毁容了。娘娘雷霆大怒，宣您即刻进宫问罪啊！大胆秦竹云，你进贡的胭脂让本宫毁容，这是欺君之罪。娘娘，这种外头商户的胭脂就是掺了劣质毒粉，必须满门抄斩！我看谁敢动我夫人！拿一盒城郊土窑烧的破烂假货，也敢在皇宫里栽赃1品镇国夫人，瞎了你的狗眼！你胡说！这包装，这底部的印记，明明全都是竹云记的。外行看印记，内行看瓷胎，用雕花模子压在蜡上粘上去的假落块，遇热水就掉。钱老板，这种地摊上的造法手段，你也敢拿到娘娘面前班门弄斧？更何况这胭脂里掺了极易致敏的桃花粉，明显是冲着毁娘娘容貌来的。我竹云记的配方绝无此物。放肆！大胆前世，竟敢伪造御用之物，陷害害朕本国夫人！来人，摘了这狗奴才的皇商牌匾，逐出京城，永不录用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啊！今日是本宫错怪你了，多亏了卫青的火眼金睛。从今往后，后宫所有的胭脂水粉由你秦竹云全权独家供应，任何人不得插手。多谢娘娘恩典。我爹曾说，女儿家最大的价值就是生得好看，嫁入高门。可我秦竹云偏不信命。我从攀附权贵的棋子，到介入泥潭的罪臣家眷，再到如今的1品镇国夫人，天下第一皇商，我靠的从来不是男人，不是侯府，是我手里的算盘和我这颗绝不认输的心。我的好日子